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把嫉妒别人，尤其是情侣间、朋友间的嫉妒叫吃醋吗？你有没有琢磨过，同样是调味品，同样能入口，为什么偏偏是吃醋，不是吃酱油、吃醋茶、吃料酒？很多人觉得是因为醋的味道酸涩，刚好对应嫉妒时的心理不是滋味，但这只是表面，吃醋背后藏着的唐代宫廷典故才是这个词由来的真相。先澄清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认为吃醋是因为醋味酸涩和嫉妒的心情契合，这其实是后世的附会解读。真正让吃醋成为嫉妒代名词的是唐代名相房玄龄和他夫人卢氏的经典典故。这段故事在隋唐佳话《朝野千载》里都有明确记载，流传了上千年。房玄龄是唐太宗李世民手下的开国功臣，位居宰相，为人正直，才华出众，可唯独有一件事，怕老婆。这件事也成了吃醋典故的源头。据说房玄龄早年曾承诺卢氏终身不纳妾，不娶妾室，一辈子只对他一人好。后来房玄龄辅佐李世民登基，功高盖世，李世民觉得宰相身边只有一位夫人，太过冷清，就想赏赐他几位美人，充实府中。可房玄龄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李世民追问之下，才知道是卢氏性情刚烈，坚决不允许他纳妾。李世民觉得卢氏太过霸道，就召他入宫，故意试探，你要么允许房玄龄纳妾，要么喝下这杯毒酒，选一样。没想到卢氏毫不犹豫，拿起毒酒就一饮而尽，丝毫没有犹豫。可实际上李世民给卢氏的根本不是毒酒，而是一杯醋。李世民见卢氏如此刚烈，对房玄龄用情至深，又好气又好笑，只好收回成命，感慨道：朕都佩服你，看来房玄龄这一辈子都只能被你管着了。这件事很快在宫廷和民间传开，人们就用吃醋来形容女子对丈夫的嫉妒之心。慢慢的，这个说法越传越广，不再局限于夫妻之间，延伸到了所有的嫉妒情绪。这就是吃醋最核心的典故。而这个典故能流传千年，还和古人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醋在古代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调味品，比酱油、料酒、醋茶都要普及。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已经会酿醋，周礼里就有昔人长供稀物的记载，这里的稀就是早期的醋。到了唐代，醋的酿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日常饮食都离不开醋，它是当时最常见、最易获取的调味品。而酱油、醋茶之所以没能成为嫉妒的代名词，核心原因就是它们在古代的普及度和场景适配度远不如醋。先说酱油，酱油的酿造技术直到宋代才逐渐成熟，比吃醋典故出现的唐代晚了数百年。唐代时期，酱油还没有成为日常调味品，人们自然不会用吃酱油来形容嫉妒。再说醋茶，醋茶是将醋和茶混合饮用的饮品，在古代只是小众吃法，大多用于消食，不是百姓日常会接触的东西，场景感太差，根本无法普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原因，醋的酸涩口感刚好和嫉妒时的心境形成呼应。虽然这不是吃醋的起源，却让这个说法更易被人们接受和传播。嫉妒时心里难免酸涩委屈，不是滋味，就像喝了一口醋一样。这种自然的联想让吃醋这个词慢慢扎根在人们的日常用语里，沿用至今。除了房玄龄夫妇的典故，古代还有一个和吃醋相关的趣味说法，出自宋代的《太平广记》。据说宋代有一位官员，妻子非常善妒，不允许他和任何女子有往来，哪怕是家里的侍女也不许多说一句话。有一次，官员不小心和侍女说了一句话，妻子得知后当场就打翻了醋坛子，对着官员大发脾气，还把侍女赶出了家门。后来人们就用打翻醋坛子来形容人嫉妒心发作，和吃醋的意思完全一致，成为了流传至今的俗语。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吃醋从最初的夫妻间的嫉妒延伸到现在的各类嫉妒情绪，其实也体现了语言的演变。
明代的《警世通言》里就有他见我与小姐相爱，便吃醋起来的记载。这里的吃醋已经不再局限于夫妻，而是延伸到了恋人之间。到了清代，吃醋的用法更加广泛，无论是朋友、亲人、同事之间的嫉妒，都可以用吃醋来形容，成为了全民通用的表达。我们总随口说吃醋了，打翻醋坛子，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简单的字背后藏着唐代的宫廷趣闻，藏着古人的夫妻情谊，还藏着古代调味品的普及史。醋本是寻常调味品，却因为一段刚烈的爱情典故被赋予了嫉妒的含义，成为了汉语里最生动、最接地气的表达之一。其实汉语里的很多日常用词都是这样，看似简单直白，背后却藏着千年的历史、有趣的典故，还有古人的生活智慧。就像吃醋，没有复杂的道理，却把嫉妒的心境形容得淋漓尽致，这就是汉语的魅力。